大家好，我是秋平，我还在山西运城，今天来看一座晋商大院呢。说到山西的大院，大家一定会想到山西的乔家大院和王家大院，这两个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很多人都去过。那今天我们看的是叫做李家大院，它是当时山西晋南的首富，院落也是非常多啊。据说里面呢还有一条街道，你走到这个大院里面呢，仿佛是进入到一个城市里面，并且呢，这个大院的主人呢，他在当时还娶了一位英国女子为妻，生下了几个小孩。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还建了欧式风格的建筑，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在山西大院里面罕见，或者说算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大院呢，也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建筑。那现在呢，我们就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大院。这就是大院的大门，大家看一下，一眼望去是不是有点像是一个城门呢？我们去很多古城，它的城门都没有这么大。那其实呢，在这里真的可以称之为是因为这个李家大院巅峰时期修建最好的时期，它就跟一个小城池差不多。等一下我们看里面的建筑就知道了。在上面有两块匾额，一个写的是李家大院，还有一个写的是慈善世家，说的是李家一直做善事，是当时附近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山西的慈善博物馆也是这里。已经进来了，这边的门票是50块钱。主体建筑还在前面一点呢。这两侧呢，主要是介绍了一下李家的发家史，以及呢他们发家之后做了一些哪些事情，相当于是展馆吧，扇形展馆。包括这个通道这里呢，都是介绍了一下李家的事情。在这边还看到一个巨大的戏台呀，这个在以前大家族是一定有的，而且一个家族可能有好几个戏台，这个肯定是后面修建的了。戏台一般是在通道的上面，然后这里有很多雕刻。这个李家他们的雕刻也是一绝，精美的木雕、石雕、砖雕，可以这样说，比我们乔家大院看的都更精美。这边发现一块巨大的影壁，简单看起来是不是3个面？其实呢是12个面，后面还有，这个上面的雕刻都非常精美有龙，我看一下几条龙，1、2、3、4、5龙。我们一说五龙捧圣，中间刚好有一个猪，两边呢是麒麟，总共是12个面，其中6个面相对来小一点，另外6个面是非常大。它这个12面影壁呢，是因4面8方12个砖雕图案组成得名，寓意呢是四季平安、八方来财，一年12个月风调雨顺，月月吉祥。造型非常独特在国内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我们一般说影壁可能就是3个面，12个面的话极少。雕刻手法呢非常细腻。那么这个影壁其实也体现了宅院主人的身份地位和志向追求。这一块是2只狮子舞绣球。这一块的建筑是李家大院遗留下来的，都是四合院形式的，在中间明显一条街道，房子呢是建在2侧，这只是留下来的，在巅峰时期院落比这个多得多这个李家大院是在山西的万隆县，是一座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晋南民居建筑群。以前的话有院落大概21组，现在呢现存只有11组，里面呢还有祠堂、花园遗嘱。那么这个李家的祖先呢，最初是在陕西韩城那边居住，在明朝朱棣永乐时期呢，为了逃荒来到了山西这边居住，后面慢慢的发展起来，经过10多代的发展才发展的好一点。他们是由农入商，其实山西的很多这些晋商都是如此，都是从其他地方为了躲避灾荒而迁移到山西来。因为在明朝的时候，山西受到战乱比较少，或者是在明朝之前它受到的战乱都相对来说少一点，那自然而然
就有人迁移过来。当时迁过来的大部分都是农民，后面是经过好多代人的发展才慢慢起来了。你像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个王家，他们最早是卖豆腐，后面慢慢发展起来了。那么这个李家呢，从朱棣一直到清朝中期，发展了几百年，到了道光时期，这个家族呢才算是比较不错。到了清朝中期的时候，也就是大概道光时期，李家的第13代人呢，他贩卖土布到陕北，走上了商贸之途。到了1830年前后，李家生意呢日益兴旺，并开始设立商铺，商品种类呢扩大到盐、茶叶、皮货、药材、杂货等等。其实每一个大的家族都是这样的，一开始贩卖每一种，后面就扩大了。你像有贩豆腐的，有贩酒的，后面就变成综合性的了。当时他们家族可以说是货通天下。从1862年到1937年是李家生意鼎盛时期，商号呢遍布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全国各个地方。那么到了清朝末年，他们家族出现了一个人才，叫李子用，也就是李道行啊，他把他家族推向了顶峰。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李家大院的建筑啊，大部分是那个时期建造的。这个李道用呢，他是何许人也？他从小呢比较聪明，后面长大了之后去了国外留学，接受了外国的思想。那么他回来之后就继承家业，立马呢对他家族事业进行改革。这样的话，他们家族事业就越来越好，这样成为远近闻名的巨商大贾。总结起来，李家呢，既是一开始以传统农业为根本发展起来，后面变成商人，到了上个世纪呢，又投资了一些近代工业。这样的话，家族的财富就非常多。作为首富，他们家族的生意肯定是非常庞大的。这是他们家族商号的网络图，中心肯定就是运城，然后从各个地方扩散出去。像他们家族的人去出差，去其他地方办事，有这样的说法：不吃别家饭，不住别人店。就是说，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家族的产业。并且呢，这个李家他们应该算是比乔家、王家晚一点点。在山西，这些大的晋商，他们都会给后人留下一些遗产。很多人可能以为是大院，那其实大院只是一部分。像这个声名显赫李氏家族，他留下的应该就是慈善。灿烂辉煌的山西民居中有这样一句话语：乔家看名，王家看院，李家看善。就是说他这个李家呀，自从发展起来之后，时时刻刻保持本心，时时刻刻在做善事。再往前走一点呢，就是李家大院那些保留下来的建筑。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石柱，这些呢是拴马柱，基本上都是有梳子啊，还有少量的胡人。那这些呢，其实也可以代表李家的实力雄厚，因为你拴马柱多，就证明当时他们那个商队呀、马匹多嘛。这个拴马柱我们经常介绍了，基本上每个大家族都有。介绍了一下这个李家大院的来由，我们现在就来去看看它的主体建筑。这边算是入口了，又看到一块巨大的影壁，也称照壁，上面也有雕刻啊。中间是那个麒麟，这个是松鹤延年。中间这个麒麟非常大呀，雕刻的也非常精美。这个是古代的一种瑞兽，经常说麒麟送子。这种雕刻上面是鹿和鹤，鹿鹤同春，都是美好的寓意啊。一金楼英国夫人宅院，就是证明这里啊有一个英国女子居住的。这个是当时李家的核心人物李子用为他夫人建造的一个宅院。当时他去英国留学，在那边结识了一位英国女子，于是呢就在那边成亲。后面这位英国女子就跟随他来到了山西，来到了他的家里。李子用呢回家之后就开始执掌家业，后面他就修建了这样一个院落，供他一家人居住。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它这个院落呢是分为上下2层，上面这一块是居住的，带点西洋风格，而下面呢是有窑洞。为什么会单独建造一个院落在这里呢？2个因素啊。第一呢，我们看山西很多晋商大院都能够发现，他只要某一个人就是在他们家族实力比较雄厚，做生意很厉害，他就会单独建造一个宅院用来居住，或者他们去当官了就会用来居住。你像皇城相府，他们有一个自己大的宅院，后面那个陈廷敬发达了，又建造了一个宅院，包括王家大院都是如此。那这样这个李子用呢，他在家里变成了相当于族长一样的话语权很强，然后他老婆呢又是英国人，那自然而然就单独建立了。还有一点呢，在山西，其实不光是在山西，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他们尽管是一个大家族，但是呢，分为很多院落。比方说这个李家李氏，他发达了，他有2、3个儿子，那么每个儿子呢，肯定是要分开居住的，不可能是住在一起，可能小时候住在一起，那么成家了，他那个大儿子又会有后代，二儿子又会有后代，那么就每个人建造了院落。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些李家传统的院落都是如此。这个院落呢，为什么会叫做一经楼呢？你看这个是一字排开的，还有呢，它这个窗户啊是带点尖形的，这个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啊，因为他媳妇是英国人嘛，就证明这个李子用呢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正常来讲，他娶一个英国女子，如果是在本身没有出国之前，家族的人肯定是会反对的。现在去房间看一下，这里是叫麦氏工作室，是李子用他夫人，就是英国夫人相夫教子的地方。这里不是卧室啊，这一块属于餐厅。那这边呢，就是他培养小孩的地方，因为这个女子呢，音乐细胞、艺术细胞比较强，他就会教小孩。这个人呢，1890年出生，1911年嫁给了李子用，生下了3女2个儿子。不过呢，是英年早逝，1918年9月就去世了，享年28岁。在这里呢，还有他们夫妻2人的雕塑。他媳妇是英国人呢，因为是在那边留学认识的。如果他没有留学，肯定是娶不到英国女子的。或者是说他没有去留学，如果一直在这边长大，他想娶一个英国女子，家族可能也不同意。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能够去英国留学，也证明他家里的那个长辈啊，在当时已经接受了一些思想。我们现在走到这里是院落，那下面是别有洞天，是窑洞的，因为它这里分为上院、下院。我们现在属于上院，下院就是窑洞。这个在黄土高原很常见，经常有这样一句话说：“你家的屋顶就是我家的院子。”那么这里就是如此啊。一开始我们也说了，它这个属于中西合并的建筑，那这个门楼就非常明显了。这个区分于我们传统的，它这里是叫哥特式的那个门楼，外形高、直、尖，线条轻快。这个在很多那种教堂能够见得到。那这个就是明显吸收了那个风格嘛，因为他夫人是英国的，也信奉基督，所以就弄了这个样子。这上面还有一些字，匾额呢是修德为善，意思呢是修养道德，广做善事。进来之后也是有那种欧式风格，你像那边有罗马柱形式的，那这一块呢就是用来居住的。1楼呢是属于生活的地方，2楼呢是藏书的地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很有意思啊，他们可以在这里唱歌跳舞，然后和朋友在这里游玩聚会。另外一个作用呢是这里可以晒粮食，因为平台比较大嘛，这个粮食放在这里呢，然后收的话不用带走，而是直接通过这里有个通道把粮食弄下去。哇，好重啊！这就是通道了，等于下面是一个仓库，这是导游告诉我的，要不然我也不知道。
这平台是挺大的，还有棋盘，就是说朋友来了可以在这里下棋。当时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它应该有一些建筑，或者是有一些高一点的石桌、石椅等等，包括前面那个建筑也是一样的。我脚下呢是一排窑洞，也是有房间的。等一下我们去看看。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你家的屋顶是我家的院子，在这边体现的明显的。大家如果去黄土高原看那些窑洞的话，很多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去这2个房间看一看，这个就是西洋风格的了，布局都是这个床典型的。不知道这个卧室当时建造的时候布局弄成这个样子，还是现在弄的。出来之后有一个通道去下面，因为我们刚刚看的这些一经楼啊是后面建的，是李子用建给他媳妇的，而李家大部分人是居住在下面的那个统一的宅院，从而说他们就弄了一条通道出来。这一下来啊，又看到精美的砖雕，这个是2只狮子，狮子舞绣球，好运要来，这都是有含义的。而且这个砖雕比刚才我们看的好像更精美、更立体一点，大家发现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古代工匠技术的体现了。下来之后就是一排窑洞，这个是李子用早期居住的，后面上面建好了，他就搬到上面去了，或者说他还刚刚接掌家业，威望还没有那么高，那要大力修建房屋，特别是修建那种欧式的，修给他媳妇居住的，可能呢在家里通过不了。但是等他弄得比较好，要修建上面那个房屋，也没有人拦着了。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这一块是他的卧室、办公的地方，这是典型的窑洞风格。在这个后面呢，应该还有其他的窑洞。这是卧室，在旁边还有粮仓。这应该就是我们刚刚在上面看到那个洞穴，粮食通过洞穴流下来，就在那里。当时他们家族应该是储存了很多粮食的，这设计的还是很巧妙啊。在这里得说一下，上面居住的那个英国夫人并不是李子用的原配呀，她是1880年出生。和英国女子是1911年结婚，已经31岁了。在封建社会，那个时候年纪这么大，而且是大家族的，不可能没有结婚。在这个地方呢，以前居住的就是他的一个夫人，而且也不是原配，是后面娶的。在当时呢，没有生育，后面呢就跟他家里的人说啊，就这个李家的人说，把我休了吧，因为我生不了小孩，你就重新再娶一个嘛。当时这个女子还比较孝顺，跟家里的关系还很好，家里老夫人还不同意，但是她坚决，后面呢就一直居住在这里。那这个李子用的宅院我们就看完了。关于他的故事啊，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会做善事。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一点是说，当时他这里有一些工程呢，大概是1个月完成，这是举例子啊。然后呢，他为了那些工匠多拿酬劳，就经常跟工匠说小修改一下，就是把工期延长到2个月或者3个月，这样就使得那些工匠能够多拿酬劳。这也是他这种行善的一种方式。不光是他，整个李家呢也经常做善事，比方说修井、修路，然后呢还有给周边提供粮食、提供种子，并且呢给周边的人送一些药。反正据说他是方圆100里有名的大善人，这家族是大善人呢。那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他们家族传统的那些房屋。在老宅院入口这里看到一个影壁，上面写了很多善字，总共是365个善字，代表李家要天天行善，并且呢这个善字呢全部是不一样的写法，就是把从商周时期那个文字到现在的各个方式都列出来了，
比方说行书、楷书等等。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宅院区，明显的看到这里有一条非常宽广的街道。如果不知道这个是李家大院里面的话，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就是一个城市的街道。确实如此啊，很相像啊。从这里呢也能看出李家的实力雄厚啊。他的宅院啊，全部是建在这个道路的两侧。在当时李家发家之后，他就把这条街道买下来，然后进行扩建，然后每一家就是一个院落。你看这些都是啊。现在在这一边呢，有很多打卡拍照的，主要是由于这里面呢也弄了很多写真馆，很多人在这游玩都拍了一些写真。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大院，里面有非常精美的雕刻，石雕、木雕、砖雕。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大院，这个建筑风格明显跟传统的有所区别。它这个院门是哥特式建筑的，也就是说它这个主人应该也是留过学，或者是接触过西洋那个教育。这个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边的是类似。那这个门楼上面也有很多雕刻，上面呢还有几个字怀永图，意思是说胸怀长久计谋。下面呢是有很多雕刻，在上面一排呢雕刻的是葡萄多子嘛，多子多福，就是他们希望家族多子多福。再下面一点呢是6种水果，第一个是寿桃，就希望家里的长辈长寿。第二个是石榴，笑口常开。所以说这些雕刻都是有具体的含义。进来之后就是一进院落，大家发现没有，比较窄小，而且没有住人，直接是挨着2进院落的那个院墙。那其实呢这一块也是有人居住的，只不过不在这边，而是在这一块。这边是2个房间，都是副院人的卧室，也就是安保人员嘛。那么他们在这一块有卧室，在旁边呢还有单独的一座副院楼，就相当于是公司一样。因为这个李家有很多宅院，每个宅院呢都要有人护卫，而且呢是好几班倒，那么人员众多，他们肯定要集中管理，要训练，要吃饭，要休息，从而呢有护院楼。等一下我们还能看到。那这个护院肯定是24小时值班的，我们去里面看一看。现在这里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以前肯定是有东西在里面的，有桌子、有床，或者还有一些防御性的兵器等等。1进院落过去呢，就是2进院落的门楼。刚刚1进院落那个门楼是哥特式的欧式，那么2进院落的它就是中国传统的形式。在这里有个特点，大家看到没有？有2边影壁，那一块呢是平面，是1字形，而这里呢是8字形，这个是叫做吉祥如意门，八方来财。那么在上面呢也有很多雕刻，特别是上面有精美的木雕，有锦鸡、牡丹、2龙捧寿、博古图等吉祥图案。从影壁这一块到踏进2进院落那一块，大概长度有5米。这也是一道墙啊，也是一道通道，两边是有房间的，这就是古代建筑的形式。那这里又有大门，他们这个家族很多门呢都是有好几道安全保卫措施的，等一下我们再看到详细的再说。那这里呢又有一道门，这就是2进院落，明显的比较宽广了。这个就是主人用来居住的地方。这些都是3进院落，1进院落呢是护卫人员居住的，2进院落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主人居住的，就主人一家居住的。这是大厅上面的雕刻，非常精美啊！李家大院基本上每一个院落都有精美的木雕，那这些木雕涉及到的就是耕读传家、富贵平安，以及一些中国神话故事等等。来这边拍照的人真的多啊！这个院落和我们刚才看到的是2兄弟居住的，进去看一看。这一块呢也是3进4合院的，不过有所区别，就是你看它的门，就是2进院落的门是在侧边紧挨着墙壁，正常来讲是放中间的，这个是它的区别。
主要呢是这一家的身份有点不一样啊，他称得上是一个寡妇弄起来的。他这个人是李子用的侄媳妇，就是他侄子的媳妇啊。由于老公英年早逝，就有一个女人撑起了家。那这个是一进院落，也是有2个房间的。如果是中间的话，房间是在门的2侧，而这里呢是在房间的一侧。那这个宅院呢是建于1931年，是这个李家传奇女性王和君打造的。在她嫁给李家的人之后，她的丈夫啊英年早逝，那么李家南院的生意啊就由她打理，后面做的是有声有色，把李家的生意更上一层楼。这样大家族啊，他生意并不是靠一个人，而是有分支的，因为一个人肯定是搞不过来嘛。比方说这个北方是由一个人掌管，南方是一个掌管，然后总的一个负责人，大概就是这样的，就跟现在的很多公司一样，有总公司有分公司嘛。那这一块呢是他的卧室，大家发现没有，以前的卧室都是比较小，而且呢是光线不好，反正在这样里面是比较阴冷的。这边的院落啊，房屋全是有2层的，1楼用来居住，2楼呢基本上是放杂物的。那对面就是他儿子居住的，也是英年早逝啊，18岁他儿子就去世了，得病去世的。在旁边还有药房，那这也是他做善事的一种形式，就是说开了药房给附近村民啊拿药是不收费的，因为李家都秉行一个原则，要多做善事。这个宅院是比较大的，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有看点的，就是李家的金库。因为这个大家族啊一定会有金库，我们在看其他的那个晋商大院，它很多金库呢是在地底下，而李家呢却是与众不同。在这一块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是墙壁，大概30公分，很多人以为它的墙壁就这么厚，那其实不是的。它这个墙壁到这里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有1米多厚。那实际来讲，它里面都是空心的，有夹层。那么李家的金库就是在这个墙壁里面，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吧，这个只有核心人员才知道。这边也是如此，如果把窗户一关，根本没有人想到它的墙壁这么厚，里面呢是空心的。这就是李家储存财宝的一些方式。我们没有看到金库、地库，那么在这里就是啊。大家会有疑问，它这个墙壁是空心的，这个财宝怎么放进去呢？我们来去找一找，看一看。现在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院落，刚刚说的那个金库入口在这里体现的比较明显，就是在这个柜子里面，里面全是空心的，就是当时把财宝放在这里面。它上面如果弄一个盖板的话，就没有人知道，都以为是一个柜子。然后实际它从楼上下来的话，这里面是可以放很多东西的。这个夹层有2重作用，一种呢是藏宝，另外呢是保温。哇，很高啊！如果里面藏宝的话，能够藏很多的，比一般的金库都可能更多。那这一块呢是3进院落。我们发现没有，晋商的院落基本都是3进院落，这是有规定的。在封建社会啊，商人只能修进3进院落，他如果修4进就是违规的，要杀头的。只有当官的4进5进，然后如果说7进8进的，就是皇亲国戚的了。他这里的3进院落跟其他的晋商大院有所区别。我们看乔家或者王家3进院落是用来居住家里身份比较高的，特别是最里面的是长辈居住的，而这里呢却是他们这一家的下人居住的。这个里面也是非常粗糙，基本上是没有雕刻的。继续往前走，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里有2个字福和寿，这是一种书法展示吧，非常独特啊，就是用动物来弄成字，
福字上面呢是由鹤组成，寿呢是由蛇组成，这种书法形式很难得很少见的。这边的院落很多，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在另外一个院落，在2个字中间有一个通道，这里称之为月亮门，是由于主人呢他去过日本，后来回来就借鉴了日本建筑方式。前方就是私塾了，当时李家的小孩就是在这里读书。我们也说过很多次，越是大家就越重视教育。在旁边还有个副院楼，一开始我们也说了，因为这里面大院比较多，那自然而然安保人员也比较多，可能就集中在这一块吧。明显的看得出来，这里比较宽广。当时李家发放救济品也是在这一块。我又回到这条街道上面来了，这里的院落太多了，我们只是看其中一部分。我大概也是挑选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院落看一看。在这边发现一个非常安全的门呐，它有好几道锁，内外加起来是6道。我们来解释来看一下，这种锁呢也是非常少见的。第一道锁，这个大家很好理解了，把钥匙打开，铁链拿下来。那第二步呢，这里有个小孔，得把钥匙插进去，然后这里有个没发的，这样转动，等于是密码锁一样，转对了之后，这个铁片弹出来，再把第3把钥匙插进去，弄好了之后，这个铁片弹出来，最终呢，这个门把手，我们说那个铺手才能旋转，就可以把门打开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道安全措施啊！你看这里有个孔，这是上个世纪啊，日本人他没有这些钥匙，用刺刀刺。这个门的材料本身也比较坚固啊，它没有弄开。我们来看看里面，这个是一道，上下都有，这个也是。然后这2块上下都有，这里也有一个，你看孔把它拴住，一个铁放下去就挡住了，就那个推不动了。因为外面的话，如果钩子可以勾动嘛，你如果这里一插进去，就里面卡住了，就勾不动了。这都是防御的。到这里，李家大院就差不多逛完了，我也只是逛了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和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相比，大家觉得哪一座更好？我个人觉得它肯定是比不上王家大院的。相对乔家大院来讲的话，这个李家大院是不输给乔家大院的，毕竟呢面积是乔家的10倍。这个我们只是说它李家的建筑可能比乔家的更好，如果按照影响力来讲的话，肯定是比不上的。毕竟乔家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全国的首富，而这个李家呢，连山西的首富都称不上，那自然而然影响力肯定是比不过的。在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不管是乔家也好，王家也好，还是这个李家也好，都是女人做梦都想嫁进来的地方。作为晋南的首富，大家都会很好奇这个李家是怎么衰落的。在上个世纪，李家都还比较兴盛，后面到了37年，大家都知道了，那李家呢就从山西迁移到陕西，那这样的话就慢慢的衰落。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些建筑是李家遗留下来的一部分。那这个李家大院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